每次听到兰亭序都很难绷住，但毕竟苹果供应链都在国内，也很正常，对吧？我托我哥们拿到了 iPhone 16工程主板，但为了方便调试，找了个壳子装上。这时候可能有观众要问了，屏幕呢？没屏幕你怎么用呀？但别忘了，这是工程机带 root 权限的 Switchboard 系统。我除了能让工程机直接投影在电脑上外，还可以让它播放我想播放的东西。工程机也可以联网哦，调用 API， 比如查看我的 B 站有多少个粉丝了，甚至是当成一个 A18 处理器当主控的 U 盘也可以。那工程机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跟 UP 一起来研究一下吧。什么是工程机？一个设备从图纸变成真机，要验证生产线的步骤，对吧？外观、电路良率，所以会小批量的生产一些。比如之前 UP 展示过的 P2 阶段 iPhone 15 Plus， 处理器私印是 BX， 一般会带有 root 权限的 Switchboard 系统，方便工程师调试。生产验证 NPI 阶段比发布早半年甚至1年很正常，所以 iPhone 16工程机才会显示已越狱。除了 iPhone 16 UP 还托哥们找到了 iPhone 15 Pro Max、iPhone 16 Pro Max 的工程机哦。既然带权限远程连接到 iPhone 试试。连接不上，其实是因为从 iOS 17的 M2 阶段起，苹果为了加强安全性和防止泄露，禁用了工程机上的密码登录，所以不只是 iPhone 16、iPhone 15 Pro Max、iPhone 16 Pro Max 工程机都遇到了无法进远程连接的问题。那现在咋办呢？用 GitHub 上一个叫 Mac VDM Tool 的工具来辅助一下。本来是用来给苹果芯片的 Mac 作为双机内核调试的，不过 C 口的 iPhone 和 iPad 也可以用它进行调试。原理是通过 PD 协议的 VDM 命令，将被调试机的 DFU 口映射成串口，具体是用到 SBU1 和 SBU2 这两个引脚。这样一来，普通数据线也可以起到 DCSD 线的作用。对了，这个工具也可以用来重启 Studio Display 不用插拔电源。首先在 Mac 上创建一个密钥对，生成公钥和私钥，然后访问工程机的串口，按下回车以获取 shell。用户名是 root， 密码是 ALPINE， 玩粤语的都知道。把刚刚创建的公钥添加到工程机的信任列表中。对了，苹果在2023年3月测试的 M2 MacBook Air 和 M3 Max 的 MacBook Pro 工程机，公钥在工程机上，私钥在苹果 HWTE 硬件测试工程团队手里，外界是无法从公钥反推出私钥的。苹果的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嘛。好了，现在就可以远程连接到 iPhone 工程机上了。苹果的 Home Diagnostic 带有一个 iOS Menu， 其实 macOS 还内置了一个 Remote Control 工具，通过 Lockdown 协议可以读到这3台机器的信息、机型、构件号、上面运行的服务之类的。敲 Date 命令发现日期不对，看来很久没开机了。不过只要工程机连上网络，系统会自动与苹果 NTP 服务器同步。用 Wi-Fi 2扫一下周围的 SSID， 再用把这串命令带上密码链接。好了，工程机就这样连到了网络，同步了时间。苹果工程机存在 Monkey Bus 这个服务，方便测试员排除故障。不过由于默认是16位颜色深度，在新版 macOS 上看不到画面，把它改成32位，然后就可以从 iOS Menu VNC 到 iPhone 了。不只是投屏到 Mac， 甚至是投屏到量产机也可以。比如现在就成功把 iPhone 16工程机的画面在一台量产 iPhone 16上显示了，可以通过 Mac 操控，就是有好几秒的延迟。Monkey Bus 默认是不允许来自 Wi-Fi 的链接，但本质上就是个 VNC 服务，所以只要打开了相应的开关，工程机链接到 Wi-Fi 的情况下，可以当成一般的 VNC 服务器来对待了。尽管 iOS 和 macOS 基于相同的内核，有2套动态库共享缓存，所以大部分 macOS 端的 CLI 程序没法直接在 iOS 上跑起来，需要重新编译。尝试在 iOS 上运行 macOS 版的 Geekbench 被 AMFI 拦住了。不过用工程机运行一些简单的第三方 CLI 程序是没问题的。拿 NeoFetch 试试，上传到工程机，
赋予它可执行权限，然后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开机了多久，占用了多少内存、系统版本和内核版本这些信息。这里来演示一下 Non-UI Console Viewer 的用法，可以把在电脑上打开的命令结果输出至工程机的屏幕上。毕竟这台工程机没有安装屏幕，对吧？首先来看一下 BootUX， 通过观察开机后运行的程序，可以判断这台工程机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这行命令是列出文件系统，看看占用了多少空间。iPhone 16工程机只用了30多 GB 多一点。这两个命令是只有工程机才有的。手敲命令会不会有点麻烦？我还做了几个在 SideGlass 上用的脚本。这里看 Chip Version， 比如 iPhone 15 Pro Max CRB 是 P0，iPhone 16 EVT 是 A0，iPhone 16 Pro Max EVT 是 B1。手屏可以看到当前使用的内核，比如这台 iPhone 16的系统是 A18 的内核，而 iPhone 15 Pro Max 的系统是 M3 的内核。但最主要的查看硬件信息，各项参数都在这里有所体现，比如 CPU 大小核的核心数、L1、L2 缓存的大小、内存容量等等。原来 A18 的 L2 缓存只有 A17 Pro 的一半，也就是 8MB， 而 A18 Pro 依然维持在 16MB。NAND 是闪存的意思。iPhone 15 Pro Max 工程机只有 128GB 的硬盘，零售机可是 256GB 起步的呀。看来工程机也不一定用最高配置。然后 S3E、S5E 和 S6E 这些都是闪存控制器的代号。要继续研究的话，需要把整个系统给拷贝出来，这种称之为 dump。不过 UP 有这么多台工程机，到时候怎么区分哪台是哪台呢？还是需要取一个规范的文件名。首先获取设备代号，再获取版本号，接着获取设备的阶段。得到上面这些信息后，可以组成一个文件夹。稍等一阵子，就把工程系统给 dump 出来了。触发一下系统的诊断，从系统诊断生成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关于系统的许多信息，不只是工程机，零售机也可以哦。如果这台 Studio Display 没有 SSH 的权限，但毕竟是零售版的，据说里面有一颗 A13 芯片，好奇苹果给显示器配了多大的硬盘。结果是屏幕有 64GB 的储存，但只用了 2GB。如果想知道工程机与零售机有哪些不同，特别是像 iPhone 8那样差别很小的，比对两者的设备数文件是最直接的途径。比如这里左边是 iPhone 16 EVT， 右边是 iPhone 16量产机。在之前的专栏文章里，我曾提到过苹果的研发节奏，芯片是提早3年准备，设备是提早2年测试，软件是提早1年适配。所以就算是去年的工程机，也可以看出苹果今年乃至明年的一些规划。那么 UP 在 iPhone 16工程机上发现了什么呢？首先是 A19 Pro 的代号 T8150 对应 Farah，T8142 对应的 Hydra 指的就是 M5。这些代号原型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Farah 和 Tilos 都是希腊岛屿， Hydra 和 Sotra 都是挪威岛屿。结合在 iPhone 16工程机上发现的其他文件，我猜 Tilos 应该是标准版 A19 的代号， Sotra 应该是 M5 Pro 的代号，因为相同架构的处理器其代号都有空间毗邻的关系，所以这个 Bora 是基于 A18 小核的手表芯片吧。今年年初，苹果发布了 iPhone 16E， 亮点是自研的 C1 基带，在设备数里称为 LiDAR。其实 C1 基带的研发很早就开始了，从 M2 MacBook Air 的工程机上可以找到固件，而在这台 iPhone 16工程机上有 C4020 的固件，所以说 C2 基带已经在测试了。还发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代号 Proxima， 猜测是苹果自研的 WiFi 和蓝牙芯片吧。Apple Watch 用的 W3、S4 到 S10 一直都是 WiFi 4，HomePod 第2代的连接性也被拖累了，希望在今年 iPhone 17 Air 上看到 W4 登场吧。之前在专栏里提到过 J514D 和 J516D 这两个代号，苹果曾经测试过 M3 Ultra 芯片的 MacBook Pro， 我是根据 Board Config 和 Platform Name 的构成规则判断的，详细的推导过程看文章，节目里就不再赘述了。而现在 iOS 18按边框上的按钮，包括相机控制按钮也有小刘海的动画，当时有人就说是不是给固态按钮准备的，我从这3台工程机的 dump 里面确实找到了 Bongo Driver， 这是零售机固件没有的。比对了一下手里2台 iPhone 15 Pro Max 的设备数，
只有工程机有 Bungle Device 这个项目，所以苹果连着测试了2代，固态按键都没有走出 EVT， 可能实在是太难用了吧。关于这个 Bungle， 我之后还会单独出一篇文章讲讲。本质上来说，机器只是生产过程测试用的，除了获取信息，对普通用户来说想不到什么实际的意义，除了能当 U 盘。也不是不行，通过命令挂载一下，就可以当 U 盘拷贝文件了，变成了一个 A18 处理器当主控的 U 盘呀。你的手机可能没我 U 盘性能高，但是16是 USB 2.0， 所以只能跑 2.0 的速度。我还放了一首歌进去，毕竟苹果自己也用周杰伦的歌，那我放最喜欢的搁浅进去吧，甚至可以让 iPhone 16工程机播放。Still Display 输出直接变故障艺术了，于是试了下第三方显示器，还是有点怪，会自动打开 HDR。 最后为什么要做工程机节目呢？因为乔布斯说过，能当海盗为什么要当海军呢？库克也说过， Don't waste your time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try to emulate the people who came before you to the exclusion of everything else, contorting into a shape that doesn't fit. 所以做工程机应该比一般量产机评测有意思吧。但是工程机对普通人来说没什么用，系统缺失环境，也不可以刷 iOS， 基本上就是一块砖。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关注一下也是可以的，下次见。